今天星期几？小熊维尼问。今天就是今天，小猪尖叫道。是我最享受的一天，小熊维尼说。米尔恩。嘿嘿，我是刷刷，专业人格分析师。你知道吗？卡尔荣格啊，曾经总结出了一种心理类型啊，也就是一种认知模式，叫做外情感觉。哎，人称色色，和我们的物理体验啊特别相关，是一种针对于物理世界的一种感知方式啊。而有人天生特别偏好这种心理感知类型，他们呢就会比其他类型的人啊更不由自主的被感官的刺激所吸引啊，包括但不限于美食、美景、美色。啊，同时也可能是极致的速度、极致的冒险等各种极致的这种身体快乐啊，这个不是我乱说啊。荣格分析师 Loomis 有一段关于 SE 的描述直击重点：我们通过外情感觉才能享受或抗拒音乐、性、食物等事物。它让一个人不加以任何评判的去察觉并且分辨物理细节，比如说去区分鹈鹕和天鹅，去区分烧焦的面包和滚烫的苹果派。而天性中比较忽视 SE 的人呢，比如上期视频中我们有聊到的啊，偏向于和自己脑子里的想法羞的那类人啊，他们对于这个物理层面的刺激和享受呢，往往就不是那么的敏感。所以这两种人格，如果他们在面对同一件事物的时候啊，完全可能获得不一样的感知。前者可能啊，就是这个色色的人可能看到了这个场景，感慨好美啊，那后者可能想到的却是场景让他联想到的想法。不废话，接下来我们来深入的了解一下这个影响了我们每个人幸福生活的心理功能吧。我们一直在说 SE 色色啊，追求刺激啊，那其实当然色色主要是来源于它的拼音啊，我们就一种玩笑话。但是这个感知功能实际上做的是驱使一个人去享受当下，当下意味着此时此刻此地，绝对不是曾经或者还会发生的事情啊，而是享受当下的事情。啊，对于 SE 来说啊，比如说去鬼屋啊，去极限运动啊，他们享受的不仅仅是被惊吓或者跳楼机跳下去的那一刻，而是从准备到完成的这个过程中那种紧张感、神经紧绷、高度集中注意力的体验啊，都可能是他们享受的过程。有人会问，哎呀，那我不喜欢这种刺激，是不是肯定就不偏好 SE 啦？啊，不是这么看的。SE 对于直接体验的刺激更加敏锐，因为注意力很容易就被集中到这些刺激的上面。这不意味着他就喜欢所有刺激，只是让他更难抗拒那些他享受的刺激啊。但是一个人到底享受哪方面的体感刺激是非常因人而异的。悠闲一点的可能喜欢身体完全瘫软在沙发上，激烈一点的喜欢过山车那种失重感，而再小众一些的喜欢什么 SM 啊，疼痛带来的刺激感啊，也不是不可能。我们知道的是，源于 SE 的这种体验行为啊，目的都是一样的，那就是获取现在能获取的最享受的体验感啊。SE 普遍会有这样的感受，就是身体仿佛只是一个工具，让你去体验、让你去行动的工具啊。如果你追求一个事物，最重要的根本不是你体验到了什么，而是这个事物让你获得了新的知识、原理、规律、想法，或者为了安全做保障，为了未来做铺垫啊。如果这些是你的真正的核心目的，可能这件事情的出发点就和纯粹的 SE 相关性不大了。SE 呢，它其实是一种线性的感知过程，这意味着它非常的聚焦啊，非常的有顺序，而不是发散的。他想要的是真正沉浸在对事情的体验中，想要的是这个体验永远不会中断，可以持续下去。最好在无限的未来也是如此啊！和上期提到的外倾直觉 NE 不同，SE 没有兴趣去打破常规，去跳出惯性思维，发现新的可能性。SE 想要的只是最大化的体验。所以说啊，如果 SE 的注意力被转移走了，只有一种可能啊，那就是那个吸引他的事物比现在他在投入的事物带来的体验感、刺激感更大。而对 SE 来说，要去总结一件事的规律，是他非常抗拒的一件事情，因为规律会把体验抽象成一种概念。比如你去到一个国家，那里有不同的风景、各色的美食啊，于是你最后总结出了一个，这个国家真是一个值得旅游的地方。在 SE 的视角里，这个太无聊了吧？啊，规律很多时候只是体验的非常小的一个概括，甚至很多时候扮演的是体验的敌人。啊，很多总结规律的人呢，往往会觉得，哎，只要符合规律，就没有必要去体验啊。我去过类似的地方了，这个地方反正都差不多，我就不需要再去一次。SE 正好反过来，他会觉得能够体验的就没有必要总结规律。我能用我的手去触摸，我能用我的眼睛去看见，我能用我的身体去感受。为什么我还要提前去猜测或者提前去预期这件事情是什么，会怎么样呢？
另外，我在一些 MBTI 的解读里见过最大的误解，就是觉得 S 类型的人没有创造力、没有创意、没有想象。先不说发表这个言论的人自己是不是可能就搞错自己类型了啊，拜托理解一点点 S 的特质好不好？就像 SE 去如此真实的去经历、亲身经历生活中的丰富细节，你说他没有创造力、没有想象力，这才是扯淡呢。只要偏好 SE 的人真的愿意投入这个想象活动，他们有比其他类型更丰富多彩的素材去想象、去参照。很多 SE 人啊，格外的擅长就地取材，他们通过看到的、听到的任何东西来总结成某种创意。当然，这些多半是具有一定现实意义的，完全和现实无关的话啊，他们也不会很感兴趣这一类型的这种想象活动。拿到东西略扫一眼，就开始先动手组装起来啊！在商场里忍不住摸摸这儿摸摸那，有几层高的台阶看到了就想跳下去试试。哎呀，有个同学在旁边，我去逗弄一下啊！这些可能都是 SE 的表现。这种背后的底层原因啊，是 SE 在试探极限在哪里，找到底多大程度上的哎，我不用说明书我也可以组装好。哎，我摸摸碰碰这个地方到什么地步才不会坏？哎，我从多高的台阶上跳下来才不会受伤啊？我逗弄同学多少次啊，他才堪堪的发火生气。乍一看，这和这个探索可能性的外倾直觉 NE 好像有点像，但是啊 ，SE 压根就不希望这些可能性发生啊。SE 做这些事情的最终目的是想看看现实的极限在哪里，而不想看到现实之外是什么啊。他为此才能够确认我可以体验到什么程度，而不至于危害了现实。他在试错，而不是在探索。他的目的是符合现实，而不是去打破它、脱离现实的拘束。所以 SE 会和一个什么词特别相关？没错，赌徒心理，又或者是侥幸心理。但是这也可以是积极的啊，这是 SE 富有冒险精神的底层原因。SE 作死起来可以和 NE 一样作死，也可以去做别人眼里完全不可理喻的事情，但他做的原因一定是具有现实性的。他在里面是相信啊，我这么做说不定没事儿，我才这么做，说不定是好的结果啊！我这么做，哎，如果成果好了，我就赚翻了，爽到了。和 NE 那样去为了寻找新规律做事情的动机没有任何的相似性。千万不要觉得自己喜欢想象就是 NE， 喜欢刺激就是 SE， 都喜欢就是两者。我很负责的告诉你哦，没有人同等的追求两者。这两个心理过程中，他们有一定的对立性，每个人都有分不清自己到底更偏向这两种哪一种的阶段。但是如果你愿意去深入的了解，你一定可以更准确的认识自己。总结一下啊，就是 SE 享受概率性的事件，而且喜欢他们，因为这些事件啊帮助他们了解到现实的极限。而 NE 因为 SI 的缘故啊，其实很讨厌概率，他喜欢新的，但不喜欢风险，反而渴望安全稳定的现实，这样才能够给想象提供沃土，让他们去在自己脑海中的世界遨游。一个人是否喜欢做计划哦，这个和人格类型关系其实没那么大，主要看的是计划对于他而言的地位是什么。SE 一样可以喜欢做计划，只是一旦这个计划和实际情况发生了出入，他可以毫不犹豫地抛弃计划，而且开始进入一种即兴应对的模式。通常他做的还不错的啊。如果 NE 是跳出现实啊 ，SE 呢则是在现实里最大程度的极限走位拉扯，他们可以带来非常厉害、非常有进步性的创意，但是 SE 永远都是生活在现实之中的，这让他拥有非常迅速的对于现实状况的应对能力、理解能力和反应能力，特别是对于物理现实的理解力，包括身体语言、面部表情啊，包括一些手工绘画一些等需要实际操作的东西啊。当然，老生常谈的是，没有人不靠学习就可以掌握任何能力，对吧 ？SE 带来了这方面的倾向和兴趣，也需要通过后天的努力才会变成真正的优点和能力的。你没学过画画，不会因为你是 SE 人，你画的就好。有一些来给孩子做生涯规划的家长，遇到偏好 SE 的孩子，家长很多都会很头疼嘛，感觉孩子不咋靠谱啊，很多事情能拖就拖，虽然很机灵，但是怎么好像就是没有办法静下心来学习。其实我很理解这些家长，但我更理解这些孩子，因为应试教育啊，真的不是一个能够特别满足 SE 的教学策略，而学校归根结底只是一种模拟的环境，没有什么现实性的。你漏了作业，有题不会做，你很难的迅速的得到一个直观的回馈，可能很多时候要等到考试之后才能够发现，但那时候又已经晚了啊。当然，很多 SE 类型的孩子学习也非常的棒，因为他们找到了学习与体验的那种最佳的平衡，并且通过成就卓越啊，就获得了那种在聚光灯之下我很棒的美好体验。如果说啊，前面的 SE 让你觉得很肤浅，
那我建议你先洗掉自己的偏见，人各有志，觉得自己的标准是唯一标准，才是世界上最恐怖的事情。而 SE 实际上是有升华这个过程的，它背后真的有非常丰富的内涵。因为啊，虽然它对于规律有所抗拒，但是这仍然是他们功能轴的一部分，是他会感知到的东西。他知道事情是有规律、有内涵的。很多时候啊，他们只是不愿意去直接的去深入面对它，更想用一种比较放松、轻松的一种面向生活本身的方式啊去过生活，而不是去要看穿生活。但是 SE 的升华会是有一种对于规律的独特表达，他不喜欢把庞大壮丽的规律和趋势给描绘得很清楚啊，他不想描绘规律本身，而选择去传递一种对于这种规律趋势的深刻体验和感知。就好像当美丽的夕阳哦洒在你最爱人的脸庞上啊，当他这个背后衬托的是一片连绵的晚霞 ，SE 看到这样的场景，你根本无法想象他在感知里体会到了多么真实的世界，是一种源于生活、源于最原始的生命的那种喜悦会迸发出来。但是你要他去描述清楚这个背后的深刻含义是什么，对不起，他不做，他也不想做，他不想破坏这种体验，他不想要去进入到归纳和总结的领域。可能到他的嘴里让他去描述这种场景，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那就是哇靠，这也太美了啊！你去看很多 SE 类型的艺术作品，国内的像一些歌手啊，像是宝石老舅啊，国外的像是 Lady Gaga 啊，他们很多时候他们并不想要去讲述什么隐晦的深刻的道理，而是从生活、从一些语言的艺术、从行为啊、从意境的营造中，去让你体验到背后深刻的东西。那对于 SE 的介绍就到这里了。当然，关于 SE 还能够展开很多，包括一开始可能吸引你进来的色啊什么的啊，也包括了 SE 对于美的一种独特的视角。哎，这些我做出来还是蛮忐忑的嘛，因为这类科普其实受众很少，而且 S 类型的啊，就是大家其实还偏见蛮多啊，所以如果大家就是对这方面的兴趣不够大，下一期我可能就不那么快继续跟了啊，毕竟做这个其实很花时间，而且说实话。我觉得算是付费知识了吧，你在全网其他地方是找不到人系统的喂给你这么清晰的人格知识的。好啦，那我们就下期再见了。我是刷刷，专业人格分析师，我是小狐狸，嘿嘿，关注我呢，永远都不会让你失望。拜拜。